此刻，这只拉布拉猪在训犬师手里不断挣扎，因为76斤的它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。它用双下巴极力反抗着眼前的男人，颤抖的嘴角甚至不断冒出了泡沫。看见这一幕，男主人没有了往日的轻松，因为每当他想起爱犬的经历，就一阵心痛。最开始，他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幸运的。当初志愿者在荒山上发现了被遗弃的他，即便对陌生人，他也表现出了十足的善意。因为不想他被安乐死，男主人就临时领养了他3个月。然而不幸的幸运却没有等到他的新主人。1年多的相处已经让他们感情十分深厚，男主人不忍他继续在笼子里受苦，于是就收养了他。其实，自2016年以来，韩国的宠物遗弃率一直在增加，每一双绝望的眼睛背后都在诉说着一段痛苦的回忆。不过幸运在被收养后，就和男主人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，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幸福。这只5岁的拉布拉多有着38公斤的体重，仅从煤气罐般的体型就知道，他真的被男主人养得很好。每天他上班后，幸运都会偷偷嗅闻他的鞋子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确认主人没有丢下他。男主人称，幸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睡觉，没人打扰的话，他能睡到地老天荒。而如果门外有声音，他又会马上惊醒，但片刻之后，安保系统就又会失灵。幸运每天最开心的就是等主人中午回来，因为这样他就能吃到丰盛的午餐了。鸡胸肉、营养剂、卷心菜瞬间让幸运垂涎3尺。男主人说，他刚到家时足足有42公斤重。在他询问完邻居的狗减肥秘诀后，他成功让幸运减掉了4公斤的脂肪，而他自己却在客厅吃起了泡面。看来他把爱全都倾注到了狗子身上。当初为了养狗，他特意选了一个带露台的房子，因为这样能让幸运有足够的运动空间。不过只要主人不在，幸运就会自动开启睡眠模式。但谁知如此乖巧的拉布拉猪却还有着不为人知的问题。傍晚，1人1狗躺在沙发上，他们已经幸福的不知道天地为何物了。然而一通和母亲的电话却打破了平静。男主人牵着穿好衣服的幸运走向了停车场，他最担心的其实是拉布拉猪的兴奋问题，因为每次看见窗外的小狗，他都会吠叫。江迅说，如果能把窗户挡住会好很多。然而下车后的幸运又开始拼命挣扎了，似乎前方有着洪水猛兽，让他十分害怕。男主人称，幸运特别害怕进到便利店之类的室内地方，他甚至还会用卡车般的体重跟主人拔河。无奈的他想强行把狗子抱进去，但狗爪子却拼命扣地，不想移动半分，最后只能以绳子被挣脱而告终。兴许是内心的不堪回忆被勾起了。回家的时候，他身子低伏，神情惶恐。看着如此痛苦的幸运，男主人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。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创伤才能让幸运如此煎熬。回家路上，男主人拼命地奖励幸运，他希望这样能让他忘记那些回忆，因为有时候美食本身就能让人产生幸福感。然而狭路相逢胖折胜，转角遇到狗，让幸运的心又起了波澜。不过就算对方全部加起来，等来的也只能是被幸运泰山压顶的命运。当散步结束后，幸运又犯了上楼恐惧症，7层的楼梯好似化作了无法逾越的天渊，无论主人怎么努力，他都无法跨出那一步。最后主人只能带他坐上电梯回家了。男主人不知道为什么幸运会如此恐惧，他只知道幸运的内心似乎有巨大的创伤，有时候这种创伤甚至会让他大小便失禁。回到屋内，工作人员发现地上都是血迹，而看到伤口的男主人却更加痛心，一声声对不起从他口中轻轻道出。走投无路的男主人鼓起勇气报名了节目，他把幸福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江迅身上。看完影片的3人心情异常沉重，而江迅觉得幸运应该先减掉10公斤的脂肪，就像有腰间盘突出的人会害怕滑倒，有些肥胖的幸运也可能会害怕爬楼梯摔倒。当弟子登门时，幸运就展现出了护卫犬本能，但很快他就变成了2人的好朋狗。这么一只任人抚摸的狗，谁能不爱呢？对男主人来说，幸运不坐电梯根本不能上楼，但是外面的楼梯他却丝毫不怕。这样的反差感是最让他困惑的。接着，江迅让他们出门测试一下狗狗反应，而幸运依旧秒开恐惧模式。大家觉得可能是大理石太滑导致的，而电梯开门后，他又如获大赦跑进去了。男主人称，以前的房子地面不是大理石的，但是幸运依旧很害怕爬楼梯。看来幸运的问题跟地面没有关系，始终迈不出这一步的他，让众人莫名心痛。幸运是节目里第一只有楼梯恐惧症的狗狗，看来要江迅出马才能一探究竟了。不过他一进门，非但没先解决幸运的问题，反倒是邀请男主人出去逛一圈。这迷之操作直接搞得男主人措手不及。出门后，幸运如一辆卡车般停在了电梯口，弟子很紧张，不知道师傅能否成功。不料面对眼前男人的拖拽，幸运全身的脂肪都在用力抵抗着。不过一旦他下了楼梯，却又不那么紧张了，因为佩戴了2条牵引绳的缘故，这样可以保证他不会突然滑倒。而心有余悸的幸运嘴角不禁吐出了泡沫。江迅说，狗子可能曾经生活在高处，或者有高处掉下来的经历才会如此的。听到这句话的男主人再也忍不住泪水了，只是想到幸运的遭遇，他就一阵心痛。即便被遗弃，他依旧对人类爱意如初。这样的神仙小狗
就应该遇到神仙主人。跟着男主人幸运也算苦尽甘来了。有时候迈出第一步往往需要勇气，而江训就是把他拉出回忆的人。当你走出来后，会发现原来也没那么可怕，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假想敌。而在上楼梯的时候，幸运又有些犯难了。江训让男主人先给他些鼓励，然后再把这辆卡车强行抬上楼梯。不过到2楼的时候，他却怎么也不配合了。突破自己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人类都不能马上做到，更何况一只狗呢？江训猜测，他可能有从楼梯上被推下去的经历，想要他走出来，还需要2人协助才行。幸运不断征服着一层又一次的楼梯，他似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2名弟子也来到现场，想见证一下奇迹。在众人的关爱下，他一次又一次地突破着自我。不过，当他看见电梯时，又有点犯怂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把上楼下楼训练好。看着幸运不再痛苦，主人也十分欣慰。他当着众人面再也忍不住泪水了。尽管他曾做过无数次的尝试，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不免有些无力。不过，江训的出现却成为了生活中的一束光，让幸运成功走出了笼罩他的阴霾。至于他会在车上吠叫的问题，因为在路上，狗狗会看见很多行驶中的车辆，有的狗难免会因为恐惧而大叫。江训说，只要把车窗用挡板挡住就好了。最后，他强调要给幸运安排减肥计划了，毕竟过于肥胖不利于狗狗的健康。在万分感激下，男主人目送3人离开。在反馈视频中，幸运正突破着自我。看来，在爱的浇灌下，正确的方法将事半功倍。其实很多人也许有着跟幸运一样的创伤，希望大家都能遇到能治愈自己的那个人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